在海格与妙丽之间游走的风格。再来呢，是我遮瑕跟打亮的两用笔。然后我上次在大创买了这个刨刀器，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效。Hello 大家，今天是礼拜六，时间是12:19。我们今天要去看哈利波特音乐会，就是他会一边播放哈利波特的电影，然后一边有交响乐在现场配乐。那我现在要来化妆，我刚已经先上防晒了，我最近用的防晒是这个。然后因为最近天气非常热，所以我的诉求就是希望妆感可以清淡一点，不要有太多东西在我的脸上。用的遮瑕盘是这个橘朵的。我是一个黑眼圈眼袋很重的人，然后我今天在网络上刷到一个就是制造苹果肌让这个沟看起来很自然，但我目前还没有参透它的道理，所以就是目前还做不太出来。再来呢，就是要上底妆的部分 ，Milk Touch。我必须要说，我没有到非常喜欢它上在我脸上的感觉，会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我今天还是决定来用它，可是我可能就是上少一点，然后我会避开我刚刚遮瑕的地方。然后脖子我也会稍微压一下，确保我的脖子跟我的脸不会差太多。眉毛的话呢，就是 EQ House 的，用了很多年了。最近用到了一个，就是可以制造假眉毛的。这是我在雅米上买的，两个很尖的头，就是可以制造出毛流。所以我通常会补在我的眉头一点点。最近非常喜欢的腮红呢是 Lily by Red 的这两颗，这一颗的话色号是06号，这一颗的话是11号，然后一样就是用粉扑的屁股用力拍，然后呢打在我的颧骨上。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一颗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像你皮肤本来会出现的颜色。眼睛的话用了这款也是 Lily by Red， 我很喜欢它是因为它就是所有的大地色都有，然后也不会到非常的飞粉。再来呢是我遮瑕跟打亮的两用笔，这个是 BBIA 的，它的方便度是在于它比较好精准的控制。可是颜色上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 Fenty Beauty 的这一支 Amber 色，我觉得跟我的肤色融比较好。但它就是非常好，可以描绘在你想要遮瑕的地方。好，差不多我画完就是长这样子。我现在还在不死心的找我的睫毛夹，因为找到了，我用的是无印良品的睫毛夹。那我们现在再稍微把它夹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眼睛怪怪的，再把它往上夹一点。我刚刚想说我要专心的用我的头发，所以我就没有录影。就殊不知，我本来以为我会弄出一个就是可爱的波浪头，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在海格与妙丽之间游走的风格，真的是要疯掉！我太久没有用了，熟能生巧真的很重要。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朋友要来了，所以我想说算了，也来不及拉直我的头发，我们就让它这样子吧。我觉得我下班我也不会。吃完饭，我们准备要来看电影了。然后这个音乐中心是半户外式的，然后旁边有很多摊位。Hello， 大家，今天是礼拜日
已经12点了。我今天刚好起得比较晚，所以我现在要来煮一个，就是我已经想很久很久的一道料理，它叫醋溜土豆丝。然后我上次在大创买了这个刨刀器具，所以想要来用用看。这也是我第一次用，所以现在有点小紧张。开始。考验刀工的时刻要来了，大家。要先煸香气，煸花椒，所以我刚刚才反复看了5遍吴师傅的影片之后呢，打算现在处理这件事。再我来加花椒粒，然后再来是我的八角，哦，然后再来是丢葱，现在呢花椒油煸得差不多了，我要把它们沥出来。我再来就是要来炒马铃薯了。现在非常紧张，因为是我第一次煮，然后我少准备了干辣椒，不然其实干辣椒应该要在这时候撒进去，但因为我没有，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直接放土豆丝。紧张的时刻要来了。刚呢，在一阵混乱之中，我把土豆丝收尾了，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土豆丝最后是长这样子。它跟最后吴师傅里面的影片呈现出来的呢，长得蛮不一样的。它的马铃薯丝看起来非常的清透，可是我的好像变得就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讲。而且因为我的土豆丝又特别的大块，是土豆块，所以希望等一下吃起来是好吃的。然后这边就是凉面了，因为我凉面忘记买了小黄瓜跟红萝卜，所以我就没有再放其他的配菜进去。那我要先来吃这个凉面，凉面没问题，凉面真好吃。再来就是决战土豆丝的时候了，目前吃下来，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就是下次可能要再更认真的看食谱。吃饱饭了，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花盆。然后我呢上 Amazon 买了这个 Pottery Kit， 它的话里面附了一些手做陶土的一些工具，这样子，里面长这样子，然后有它的说明书，这个的话是最后陶土变硬之后要上色的调色盘，然后放一个围兜兜涂在这里，有一些帮助你上色啊，还有就是那个陶土表层可能要润湿的工具，还有一个喷瓶，然后还有一些磨砂纸，里面还有附颜料哦，可以放在桌面上捏陶土的板子。现在时间已经快要6点了，然后刚刚洗好澡出来，要开始准备我的晚餐。我腌的这个呢是鸡肉，我用的是鸡腿肉，有带皮，然后里面加的呢就是随性的酱油
跟随性的蜂蜜，然后一滴滴的盐巴，然后稍微把它们捏一捏。然后我的做法非常简单，就是腌肉腌完之后呢，就把它放进气炸锅里面，然后就是平平把它们铺上去。再来要煮空心菜。空心菜我就会煮多一点，这样我明天可以当午餐。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晚餐：蜜汁鸡腿肉，然后中午煮的土豆丝跟空心菜。我今天晚上想要来看电影。那在看电影之前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喜欢用的面膜。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敷尔佳的积雪草舒缓修护。它的话呢，敷上去之后，其实跟你的脸型非常的贴合，不会有一开始敷上去那种刺激感。隔天是真的，你起床之后不会觉得脸很干。鼻翼这边呢比较不容易干燥，所以我还蛮喜欢敷这一款保湿面膜的。这个的话呢是这个自然堂的面膜，那它的话非常特别的是，它下面除了有面膜之外呢，上面是有一个安瓶。我通常就是敷完这个之后呢，搭配他们的精华，就不会再上我自己的精华，之后再用面霜稍微把那个水分锁住这样子。然后我喜欢他们家的原因是，一是一样面膜非常的服帖，再加上就是它的面膜纸在撕开的时候其实非常好撕开，不会有时候有一些面膜，因为它本身没有再附一层纸在上面，所以你在撕开的时候，它有时候就会很容易破，或是非常难把它摊开，它都完全不会。然后一样，它敷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一上脸之后也不会有刺痛感。然后你拿下来之后呢，再换上它的这个安瓶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张脸保湿度非常的好。所以我还蛮喜欢他们的。下一个呢，也是一样是一个补水面膜，它也是跟刚刚那个一样是自然堂的喜马拉雅面膜。它的话呢，主打就是保湿，然后一样可以缩小毛孔。缩小毛孔的部分，我不太确定它到底有没有做到，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有时候有点难以去判断。但它保湿的话，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效。那我通常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我会轮流的搭配。然后它的话一样就是敷个15分钟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然后按摩你的脸，把那个精华按进去之后呢，一样再搭配乳霜就可以用了。其实我大部分的面膜呢都是主打保湿，因为我是一个鼻翼非常非常干，还有下巴很干的人，然后还有眼周，然后有时候真的就算我今天涂了乳霜之后，早上起来脸还是崩到一个不行，所以我就还蛮不喜欢那个感觉的，所以我通常都还是走一个保湿为主。然后再来下一个可能是这个 ABIB 的 Gummy Sheet Mask。那我觉得它的话蛮奇特的是，它的面膜纸不是像一般的这种就是很像那种棉质的那种纸，它的话呢拿起来是那种果冻状的感觉，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它放到你的脸之后是会完全扒在你的脸上。这个的话呢有时候还是有一些空隙感，就是你还是要稍微折一下你的面膜纸才可以完整的贴服。但它的话呢质感就是很像一个橡胶，然后扒在你脸上的感觉，然后非常的舒服不负担。它的话唯一一个坏处就是像我说的，因为我觉得韩系的面膜有时候做起来都比较小一点，所以我通常有时候就是额头这边就是外轮廓是这样说吗？就会比较敷不到这样子，但我还是蛮喜欢的哦。对，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应该不能算是缺点，应该就是我个人比较粗鲁一点，就是我有时候拿它要把它摊平，然后敷在我脸上，所以有时候会不小心撕破它。所以就是我拿它的时候都要比较小心一点，但是我也是蛮推荐这款面膜的。
那最后一个是我最近非常常用的，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它就是号称可以敷隔夜的面膜，然后还有分上下2层这样子。那我的话，通常就是敷着它睡觉，然后到大半夜的时候呢，我的脸会很自动反应的把它们脱下来，就是我每次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面膜都不在我脸上，都在床的四处各地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它很棒的是，它的确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的脸会有一种变得蛮细致，然后有一种发亮的感觉。然后它其实敷在脸上的时候也不会不舒服。重点是我觉得这个面膜非常厉害。有时候你敷其他的这种面膜的时候，你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些你的表情啊，然后或者你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会一直滴水，然后一直掉下来。可是它完全不会，它就是完完全全好好的待在你的脸上，然后它的精华液也不会多到一直滴脂。我通常就是1个礼拜只会敷1次到2次，因为它的一片的价格还是比这些都还要高这样子，所以我通常就是会比较省着用。那以上呢就是我的爱用面膜，欢迎大家可以再跟我推荐一些不一样的面膜产品来让我试用。然后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面膜其实在这边没有到非常的好买，所以我通常就是靠 Amazon 然后去采购这些面膜这样子。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个周末的生活，希望大家这个礼拜也过得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下礼拜见啦，拜拜。